我还有母亲，作者郑南川，诵读张国瑞。出国30余年了，我刚到国外的10多年间，为了生存奔波，一直没有回去看望过母亲。这些年倒是回国的时候多了，可真没想到，我进入了天命之年。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了。我去年回国探亲的路上，在一家小餐馆里，一件小事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忽然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最幸福的。坐在桌前等餐，我和老板就聊上了。他问我：“您出国多久了？”我说：“30年了。”哇！他感叹地说：“那么长时间啦，回国旅游吗？国内还有亲戚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，回国看望我的老母亲。”老板盯着我看了半天，说：“您到底有多大岁数？出国30年，您的母亲得多大年纪了？回来还有的老母亲看，可真幸福啊！”说完这话，他低下了头。我说：“都60岁了，母亲也80、90岁了。”看了看眼前的这位老板，我问道：“您老人家呢？应该还年轻吧？”我猜餐馆老板呀，不过40来岁。我说：“出国在外的人最多1年回来看一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的老人就在身边，比我方便多了，这才是真幸福呢。”老板抬头看了我一会儿，淡淡的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哪有这个福气呀？母亲早就走了，我连老人的样子都没见过。”他这话说的让我感到了很吃惊，很困惑，就问：“怎么会呢？”他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，是一张有些陈旧的黑白照片，上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不过20岁，一看就知道是在照相馆里拍下的。老板对我说：“这是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一个很美的母亲，真的，那样的美丽。”老板脸上露出了几丝笑意，说：“可惜呀，我只见过母亲的照片。这是她婚前留下的。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：“我出生的时候，母亲因为大出血，保住了我的性命，她却走了。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母亲呢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我真没想到是这样。在餐馆里的偶遇，让我认识了一个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的人。他的话在狠狠地打动着我的心，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他指着照片说：“你看我长得像我母亲吗？在镜子里，我总觉得眼睛、鼻子，我的脸，就连耳朵都特别像她。你看像吗？”他的话充满着兴奋感，好像那样的幸福。我抬头看了一下他，这个40来岁的男人怎么能看得清楚和一个不到20岁女孩子相比的样子？不过我觉得他很像，他多么希望自己长得就是妈妈的模样。
站在镜子的面前，如同见到妈妈那样啊。我说，很像，很像，说话的声音都哽咽了。老板突然问我，您身上有您母亲的照片吗？我说有啊，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递给了他。面对眼前这位苍白头发的老人，老板盯了很久。他说，多么慈祥啊，向你母亲问好。其实他老人家也是我的母亲。我点点头说，是，也是你的母亲，你就是我的弟兄。真希望有机会你到家里去看看。老板说，有空我一定去看望老人家。我喜欢天下的母亲，是他们给所有孩子们一生的爱。离开餐馆的时候，我的心一直在激烈的跳动，多想立刻回家拥抱住母亲，好幸福，好幸福啊！因为我在天命之年还有母亲。Recording stopped.